最近这段时间啊，亚太地区真的是大规模军事演习接二连三。我军这一轮成为关注焦点的联合利剑演习就不多说了。美国这两天和菲律宾大规模联合演习也已经开始了，两国合计派出2万人的兵力在南海大练实弹。而除了南海方向外，美国人在朝鲜半岛方向也刚结束了自由卫士与双龙连续2场大规模演习。可以说，现在我军对军事斗争的准备是不断向前推进的。但美国对于军事介入台海的问题与我军在东亚进行军事冲突的准备也是在不断推进中的。不管是给澳大利亚的核潜艇，还是美军重返菲律宾，又或者是不断在半岛周边联合日韩进行演习，本质上都是为了给美军在未来与我军爆发的武装冲突中创造更好的态势，帮助美军打赢未来的一场战争。南海方向与台湾方向因为地理相连本身就是一体的，这自然不用说。美军重返菲律宾本质上也是为了打通台湾岛南侧的南海与台岛东面的菲律宾海，在其中寻找一个可以威胁到我国东南纵深的前进基地。而半岛方向的行动，那就是美国人一直以来的另一个想定了。一旦中美爆发冲突，那美军就在半岛发起军事冒险，帮助韩军一起加入战争，充实美军兵力的同时，迫使我军分兵多线，为美军在台海方向创造优势。所以最近几年，美国在拖菲律宾下水，争取让美军重返菲律宾的同时，也在积极进行半岛外交，让这种多线作战的理想能够变为现实。对美军来说是幸运的。随着韩国与菲律宾的政坛洗牌，美国在这2点在最近都变成了现实。美菲新的防务协定签订后，美国拿到了梦寐以求的军事基地，而随着日韩和解以及新越政府进一步与美军捆绑，美国拖韩国一起参与未来中美冲突的想法也变成了现实。所以我们能看到，今年美韩在半岛方向挑衅行动正变得越发积极。刚过去的1个月里，连续进行了2次大规模演习，从使用导弹与特战展开斩首行动，到大规模2栖登陆，再到联合防空与反潜，都是训练了一个遍。要说特战与精确打击还颇有那些半岛较量的意思，那大规模2栖登陆演习就非常直白地展现了越过38线进攻的野心以及直白的挑衅。但想法是想法，能力是能力。美国人现在面对的问题不就是想法与野心非常大，大到与美军的能力完全不匹配吗？一边想要在欧洲击败俄罗斯，另一方面又想在亚洲击败中国。问题是美军有这种军事实力吗？一个很简单的事实，美军去年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开始将陆军全部可用之兵抽调到欧洲，拿去增强北约东翼的防御。而在亚太地区呢，则是直接进入全面开摆的状态。美军理论上在朝鲜半岛上驻扎了一个军，也就是美8军。这个军下面的战力目前仅有一个第2步兵师，而第2步兵师下驻扎在韩国的，它就一个旅级战斗队。而这个旅级战斗队原本应当是装甲旅，结果因为美国的装甲旅太少不够用，已经被降配变成了斯崔克级战斗旅而短期内美军也无力为这支部队提供多少增援，除了驻日美军有个团级陆战远征队之外，剩下的部队要么刚完成作战部署在本土休整，要么被拉到欧洲捕捞去了。这个规模说实话，不要说是进攻了，主动挑起事端之后，不被人民军在一线的1、2、4、5、4大军团按着一顿暴揍，那已经算是巨大成功了。不会真有人指望着韩军那些连肉食供应都无法保证的军队去进攻，动不动就往38线南面丢骨头斗狗的朝鲜人民军一线军团吧？没那个能力，你知道吧？其实也不光是陆军兵力上有着严重的不足，美军在海空兵力上其实也面对着和陆军类似的场景。陆军是为了加强北约防御，将半岛的最后一个装甲旅抽调到了欧洲，整个亚太呢只剩下一个斯崔克旅应急。海空军呢同样也是如此。驻日驻韩美军现在还在用冷战时期服役的 F-15 和 F-16来凑合。原本呢是计划拿 F-35 换装的，但是因为 F-35 要紧急交付到欧洲方面，后来又遭遇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导致现在 F-15 是彻底飞不动了只好从阿拉斯加临时抽调一些状态不一定好但至少能飞的 F-22凑数。海军也一样，美国海军账面上有11艘现役航母和2倍于我军的盾舰，但是航母去掉1艘在大修的，1艘等大修的，2艘中修的，1艘没形成战斗力的，那还剩下几个呀？
啊，剩下的这些里，你还常年得在大西洋地中海一带留着给俄罗斯准备啊，不然呢，北约盟国跟你急，真能拉来亚太作战的又有多少呢？啊，盾舰啊，差不多也是这么道理。纸面上一看，嚯，挺多的。然后呢，港口一看，一堆等着修的啊，两样再分一分，飞到我国家门口的那也就只剩下2-3个中队了。是，算上日韩之后，美国人能凑出个不比我军少的盾舰数量出来，是能拿出来与我军2个乃至3个战区的数量持平的战斗机。但你横跨万里挑衅主场不说，还要打有优势兵力的我军，这图的是个啥呀？啊，图输完中国输俄罗斯，最后输朝鲜，最后没人输了，脸都不要了。